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少爷兵，又来到我们马股经济学的时间啦。今天要介绍的马股是泰达控股。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第一点，泰达控股 DataPrep Holdings Berhad 简称 DataPrep 成立于1989年，在2年后的1991年，在大马股票交易所的创业板挂牌上市，是马股首家上市的资讯科技公司。作为行业开拓者的 DataPrep 熬过了各种经济风暴，当然也包括了2000年时期的科技泡沫危机，一路跌跌撞撞的走过无数的岁月，仍然无人能撼动其上市地位的一间历史悠久的老前辈公司。第二点，DataPrep 主要的业务是为政府和行业，包括中小型企业提供咨询和信息技术服务，包括电信、金融服务和产品。DataPrep 的业务也分为2个部分，那就是 ICT 产品和服务，以及支付解决方案和服务。这些解决方案和服务有如企业服务器、存储整合和虚拟化、云端计算资源、数据中心、网络集成，以及其他多个 ICT 服务等等。第三点，DataPrep 曾经是个由重量级人物领导的公司。第一个重量级人物就是前首相敦 Dr. Mahathir 的儿子 Mizan， 他在1990年开始成为公司的董事局成员，曾经担任公司主席、首席执行员等重要职位，也是公司当时的大股东之一。在 Mizan 在位期间 ，DataPrep 的股价曾经飙涨到吓死人。1993年的时候，就一度飙升到接近8令吉。到了1996年10月时就更夸张，飙到接近14令吉，差点就要冲到月球去了。只不过后来由于公司短期债务过高，加上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，短短2年不到，股价就从历史高点坠落至50线的无底深渊，过程令人惊吓连连。第二个重量级人物就是云顶集团的创办人林梧桐的幼子林志华。林志华是在2000年时透过自身创办的 VXL 集团持有 DataPrep51.98% 的股权，一举崛起成为最大股东，并且担任过公司的执行董事、首席战略员等要职，一共领导了公司超过15年之久。第4点，DataPrep 想要将业务多元化至赌场业务，这句传言在2017年时可以说是相当的火爆。这是因为 DataPrep 曾经在2014年和2015年的年报中提及到了 Gaming， 有接触过云顶集团的年报，应该都对 Gaming 字眼不陌生。加上当时的大股东林志华也是云顶集团创办人林梧桐的儿子，而且林志华的股权也从2014年的53%增加到2016年的64%，直到很多人都认为传言是真的，股价也从10多线被推高至60多线。但是后来随着林志华沽清手中的股权，注入赌场业务的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。第5点，DataPrep 的现任大股东是一位土著富商 Muhammad Iqmal。Muhammad Iqmal 是在2017年10月通过自身的公司 Wada Communication 来收购 DataPrep 的股权，崛起成为最大股东。当时的大股东林志华在掌控公司多年后不想玩了，于是以大平卖的16线价格将所持有的 DataPrep 全数股权出售给 Wada Communication， 这价格比 DataPrep 的最后闭市价39线低了接近59%。这消息使到众多小股东为之震惊，纷纷发出哀嚎，同时惊慌抛售，导致其股价在当天一度暴跌15%以上，之后在2个月内持续跌至限购价的16线附近。第6点，DataPrep 曾多次陷入 PN17。第一次陷入 PN17是在2002年，当时还是称为 PN4， 到了2005年之后就被 PN17 所取代。DataPrep 当时用了大概半年的时间来脱离 PN17， 甚至也遭受了整5个月的停牌，结果才经过了4年的时间，又再一次陷入 PN17。这次是因为上市条例修正，使到最低资本门槛提高，所以 DataPrep 再次跌入 PN17 行列。第3次是在2020年10月，由于 DataPrep 股东基金仅占股本的23.66%，低于上市条例规定的25%，触及 PN17 公司门槛。但是因为新冠疫情的关系，大马股票交易所提出了短期宽免措施，所以 DataPrep 暂时无需列为 PN17 公司，算是大步砍过吧。
第7点。DataPrep 在2021年的股价突破了20年新高纪录，而且只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，就从年头的17仙左右暴涨23倍，至4令吉以上的20年新高点。因为这件事，大马交易所向 DataPrep 发出了 UMA 咨询，而且也建议投资者在买卖 DataPrep 股票时需谨慎，同时指将毫不犹豫对该股采取适当的监管措施。那什么原因使到股价飙涨到如此夸张呢？ DataPrep 给出的解释是拟意收购多媒体硬件与组件分销商 Rida Associates 的51%股权，以及与资讯科技咨询与服务供应商 Asia Coding Center 签署合作备忘录。对其他使到股价暴涨的原因毫不知情，但是只要看回当时马股的交易量，轻轻松松的就可以突破100亿交易量。相信导致股价暴涨的因素更多在于散户的热炒投机行为。第8点。DataPrep 历年来的业绩只可以用极差来形容。从2003财政年开始算起的21年内，一共也就只有2年是有盈利的，甚至连续亏损了15年之久。看来无论是前期的弥散时代，还是中期的林志华时代，或是现在的 Mohammad Iqbal 时代，都无法阻止 DataPrep 连年亏损的局面。这或许是科技业产业链变化实在太快，又或者是公司领导层反应不够迅速，还是说这就是公司的命运呢？只能说 DataPrep 在这些年过得有够悲惨的。第9点。DataPrep 在2021年年尾正式宣告进入医疗相关领域。DataPrep 的合作伙伴 Asia Coding Center 收到了卫生部的通知，获准以 Microbiomed 品牌在卫生部现有地点，尤其是 KLIA、KLIA2、普劳兰高域国际机场、佐霍森奈国际机场和新柔长堤开始试运行并部署新冠肺炎 RT-PCR 检测，包括注册、抽样和测试，直到发布检测结果。虽然说无法预测这业务可以持续多久，但相信在短期可以提升公司的业绩表现。第10点。DataPrep 的大股东 Mohammad Iqbal 在近期一直不断的卖股，从网上就可以查询到 Mohammad Iqbal 自2021年8月以来，每个月都在不停的出售手中的股票。截至2022年2月，他的股权只剩下22%左右，相较于半年前的48%股权，下降了超过1半以上。以上就是关于 DataPrep 你可能不知道的10件事。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。喜欢我这次的影片，请记得帮我点个喜欢。想要持续追踪我的话，也欢迎订阅我，或是到我的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期再见啦，大家拜拜。